如图为试题所提供之键盘输入显示装置母电路板参考电路图。这一节将介绍如何依抽定的 V 组指定角位及母电路板参考电路图，在 KiCad 中绘制键盘输入显示装置的原理图。单击原理图编辑器按钮，开启原理图编辑器后，出现空白的图纸，按 Ctrl 加逗号，开启编号设定视窗，单击原理图编辑器下的显示选项，设定显示网格的样式为小十字，单击确定，单击右键，将网格设定为100 mils。目前原理图编辑器左侧工具栏的设定为显示网格，启用网格覆盖，使用 mil 为单位，将绘图和拖动限制为水平或垂直运动，启用自动批注，不显示分层导航器与属性管理器。再接着进行图框设定，单击档案，再单击图框设定，输入发行日期、标题、注释等工程相关资讯。返回原理图编辑器视窗后，即可看到图框设定已经完成。接着要新增符号，按快捷键 A， 开启选择符号视窗，双击 New Library， 双击7段显示器符号，拖曳7段显示器的符号原点到 X8000、Y2007 的地方。单击摆放，按 ESC 键取消，陆续将 CPLD1 与键盘的符号摆放完成。接着单击开启选择符号视窗，双击电阻器符号，按快捷键 R 2次，再按快捷键1，将值改成220，单击确定，拖曳到 R1 位置，单击摆放，按 ESC 键取消，调整 R1 的位号与值的位置，单击确定，按快捷键 Ctrl 加 D， 建立副本后单击摆放，用同样的方式完成 R3 到 R7 的摆放。为了防止输入端子、输出端子在 Open 状态及连接高阻抗时为不稳定状态，必须在键盘的 C0 到 C2 接角处各接上一个 2.2K 的下拉电阻，按 Ctrl 加 D， 再按快捷键 R， 拖曳到 R8 位置，单击摆放，将值改成 2.2K，调整 R8 的位号与值的位置，按快捷键 Ctrl 加 D， 完成 R9 到 R10 的摆放。接着再按快捷键 P， 新增电源符号正 3.3 伏特及 GND REF。
确认原理图的位号与模板材料表的零件编号一致，并且调整文字位置。最后在 CPLD1 接角1到7、16到22与 DS1 接角3及5，按快捷键 Q 新增无连线标志。到此完成了键盘输入显示装置的零件符号摆放。CPLD3064 除了使用 B 组指定角位外，自定角位为 P12、P14、P31 及 P33。接下来以新增连线工具进行符号之间的导线连接。完成原理图的绘制，最后按快捷键 Ctrl+S 储存绘制完成的原理图。接着要执行电气规则检查 ERC， 单极上方工具列的电气规则检查功能钮，开启电气规则检查视窗，在此要检查是否有接角未连接线路、电源输出接角短路在一起。电源输入接角未被电源输出接角驱动，元件符号未标注适当的位号等。单击执行 ERC， 出现6个错误信息，可分成2类错误状况，一类是输入引角不受任何输出引角驱动，另一类是输入电源引角不受任何输出电源引角驱动。单击错误讯息，则相对应的错误地方会在原理图上高亮出来。输入引角不受任何输出引角驱动，这类错误在此选择忽略，而输入电源引角不受任何输出电源引角驱动，则新增 Power Flag 符号来解决。单击关闭。单击工具列的原理图设定，出现原理图设定视窗，单击电气规则下的回归严重程度，将输入引角不受任何输出引角驱动的回归严重程度改成忽略。单击确定，按快捷键 A。在筛选栏位输入 Power Flag， 双极符号名称，将这个符号连接到正 3.3 伏特与 GND-REF。再执行 ERC。没有出现错误讯息，单击关闭，结束 ERC。最后指定元件符号的封装，单击上方工具列的关联封装功能钮，开启关联封装视窗，完成键盘输入显示装置全部的封装设定。全部的元件符号关联封装完成后，元件清单如现在所示。再检查一次是否正确，确认没有问题，即可单击确定，返回原理图编辑器。
按 Ctrl+S 储存。在这一节已完成键盘输入显示装置母电路板原理图的绘制。下一节将介绍如何进行印刷电路板 PCB 的设计。